想成为驱散黑暗的光，首先得勇敢地步入黑暗。在太俊放弃尊严之后，他最终获得了那象征权力的国会勋章。宋希谢也开始真正信任他，对他宠爱有加。此刻的宋希谢正得意洋洋，稳坐法务部长的宝座，还把检察系统的人事权牢牢把握在手。但他的野心不止于此，下一场总统大选才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。但就在这时，他的亲信李长国爆出了贪污受贿的丑闻。单英随即召开记者会，要求李长国辞职。在媒体的巨大压力下，李长国只好辞职。院内代表拥有国会议员的提名权，基本上掌握议员们的命运。李长国辞职意味着宋希谢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。尽管如此，宋希谢也只能无奈观望。此时维护李长国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。在太俊的建议下，他决定放弃李长国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正是他非常看重的张太俊。太俊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李长国这个院内代表。为了防止院内代表再落入宋希谢手中，太俊必须找到一个宋希谢掌控不了的人。那人正是他的老对手赵甲永。在宋希谢成为法务部长之前，他曾经向赵甲永承诺会平均分配检察系统的人事任免权，但上任之后他又一次背信弃义。太俊抓住这个机会开始了他的复仇。他让尹秘书偷偷的给赵甲永送去了一份李长国贪污受贿的证据。他打算利用赵甲永来除掉李长国，但出乎意料，这个狡猾的老狐狸把证据交给了单英。康英用的钱让这个黑心的情男活跃起来，比莲娜还要强势。单英也不是傻子，他知道赵甲永想利用他，于是他提出了2个条件：一是通过他和李成明之前提交的法案；二是要夺回党发言人的位置，并展示了他和赵甲永的对话录音。和这种老狐狸交易，他得防备着点。随后，李长国的丑闻被媒体曝光。李长国一出事，赵甲永自然成了最大的赢家。他被推举为非常对策委员长，拥有和院内代表相同的党内提名权。消息一出，前来巴结的人络绎不绝，甚至宋希谢的部下也转向赵甲永。这正是太俊想看到的，因为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赵甲永。接着，太俊把名单交给了警局的现任负责人，并获取了赵甲永利用党内提名权交易的证据。但他并没有公开这些证据，而是用这些证据牵制赵甲永。他打算让赵甲永成为他的傀儡，从而掌握他手中的权力。就在太俊的复仇计划逐步推进时，单英看到了他和高石满的会面视频。在太俊的一系列精心策划下，赵甲永成功成为了国会议员的领头人。这意味着宋希谢彻底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。宋希谢开始担心，赵甲永接下来可能会干预司法系统的人事任命，甚至连中央地检长的职位都可能不保。而这正是太俊希望看到的。他建议宋希谢暂缓检方的人事任命，以免引发不必要的麻烦。但宋希谢决定按原计划行事，他必须牢牢控制检察体系，并封住所有的嘴。虽然没能说服宋希谢，但这并不妨碍太俊的计划。正当他准备下一步行动时，单英突然出现了。面对单英的追问，太俊只好说出当天的真相。那天他和高石满发生了争执，太俊想要高石满交出资料，但高石满认为太俊被蒙蔽了，坚决不同意，气冲冲地开车离开。尽管太俊努力解释，但单英完全听不进去。在他眼里，太俊变成了一个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人。尹秘书担心单英会公开监控视频，建议太俊想办法阻止，但太俊已顾不上那么多。现在最重要的是阻止宋希谢调整检方人事，一旦他控制了司法机关，那么他们就真的无路可走了。尹秘书明白太俊不想牵扯单英，可他还是把单英叫了出来，并交给他揭露李长国的证据。很快的，新闻就曝光了李昌进的丑闻，先是李长国，接着是李昌进。单英这才明白，太俊打算彻底解决宋希谢。与此同时，宋希谢也看到了李昌进的新闻，他却毫不关心。对他来说，这种事不是第一次。话音未落，李昌进气冲冲地冲了进来。自从李昌进的公司丑闻曝光后，警方就对他发出了逮捕令。宋希谢打算借此机会把他踢出局。他现已稳坐法务部长的位置，对他来说，李昌进已无用处，可能还会妨碍他的总统之路。宋希谢的打算，李昌进自然了解，但这个圈子里，谁没有几个底牌呢？李昌进的威胁直接命中宋希谢的要害，这也让太俊感到了危机。他的时间不多了，他必须在宋希谢掌权前找出宋希谢和李昌进的关系，并予以破坏。但单凭一人之力，难以在短时间内查清楚。正好这时单英找到了他，原来单英也在调查李昌进，并查到了李昌进公司的事情。7年前，那里曾发生过化学物质泄漏事故，案件当时由一位检察官负责，他现在是中央地检长的候选人。如果这事儿被曝光，
不仅可以让李昌受到法律制裁，还能阻挠宋希谢的人事任命。确定了目标之后，他们迅速开始了合作。经过通宵的努力，他们筛选出了受害职工的资料。现在只要获取他们的证词，就可以对李昌的公司展开调查。但就在这时，出现了意外。宋希谢突然宣布了人事任命。泰俊意识到宋希谢可能察觉到了什么，他的直觉是对的。宋希谢的确是知道了，一切都是他在背后操作的。告发他的正是他忽视的吴元直。吴元直虽不是将领材料，却足以当个诡计多端的军师。他仅用一张报纸就让泰俊暴露了行踪，这一招致命。原来是听了报道，是关于李昌进公司化学泄漏的事件，直接指向了宋希谢的不正当行为，暗示他与李昌进勾结。很快，宋希谢的门外聚满了记者，像苍蝇一样。泰俊几招简单的操作，就让宋希谢的地位摇摇欲坠。但这部戏精彩的地方在于，直到最后一刻，你永远不知道最后谁能笑到最后。推金铁是宋希谢特别提拔的中央地检长，但他与宋希谢不是一路人，他做事一向讲究原则，正直不阿，不会因为外界压力而动摇。至于盯上泰俊的原因，显然是宋希谢在暗中操作。在泰俊向他摊牌之后，宋希谢便将泰俊的拉票事情透露给了崔金铁。李成明当初选择了自尽，一肩扛下所有责任。现在宋希谢又拿这事来做文章，泰俊很快得知了这一情况。崔金铁要调查当年的选举工作人员，但泰俊并不担心，因为那些人根本不知道选举资金的来路。唯一知情的女会计在李成明出事后就消失了。泰俊曾试图找她，但无人知晓她的下落。好在连检方也不知道她在哪。尹秘书担心泰俊的安全，还想再查一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神秘人突然出现在他办公室。此人声称知道女会计的下落，并已将她送往检察厅，但他让泰俊不用担心，女会计不会向检方透露任何信息，因为她已被封口。原来女会计曾沉迷赌博，挪用了那笔选举资金，所以在李成林事件爆发后，他选择了隐匿。紧接着，这人又将女会计的把柄交给了泰俊。之所以这么做，显然他有自己的目的。尽管未能查清对方的来历，泰俊还是留下了他。尹秘书对这位相貌平平的男士一点也不感冒，没想到这男人不仅长相一般，还挺无耻的。而在另一边，宋希谢见崔金铁迟迟不动，坐不住了，于是主动约见崔金铁。宋希谢原本以为让崔金铁当上地检长后，他会感激涕零，言听计从，谁知这人却是难以驾驭。宋希谢亲自斟酒，对方却借工作忙为由婉拒，让宋希谢颇感尴尬。宋希谢询问泰俊案的进展情况，崔金铁的答案简单的不能再简单。最后宋希谢也是没辙了，直接透露举报资料是自己提供的，暗示对方赶紧给泰俊定罪。对方的回答差点让宋希谢气得窒息，聊天的氛围越来越尴尬。正好李昌进到了，自从上次事件后，宋希谢帮助李昌进摆脱逮捕令，两人变得关系密切。李昌进也被这场面震惊，他没想到还有人敢不给宋希谢面子。宋希谢也意外，本想处理张泰俊，却找来了崔金铁这只更难对付的老虎。然而宋希谢正为张泰俊的事发愁时，吴元直带来了一则消息。两人低声交谈，旁人听不清他们讨论的内容，但看宋希希的表情，显然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。果然如此，新闻很快就爆出来了。泰俊的父亲在选举期间接受了贿赂的丑闻，警方已经开始调查这件事。这消息一出，立即引起轩然大波，议员办公室的电话几乎被打爆。当然记者们也是少不了的，他们总是最后一个知道消息，但总想深入挖掘更多。终于甩开了这些无处不在的记者，泰俊立马去找单英。他心里明白，这肯定是宋希谢给他挖的坑，一旦事情被证实，泰俊就会因违反选举法而丢官。他可不打算就此罢休，决定要把宋希谢拉下水。想要进行国政监察，必须先得到其他议员的支持，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人出马，那人就是赵家勇。别忘了，泰俊手中还握着赵家勇的把柄。泰俊很快就见到了赵家勇，但赵家勇却不愿意帮忙，反而开始威胁泰俊。赵家勇接着打开了电视，这时电视上正播放着其他议员批评检方的言论，他们直指宋希谢偏袒泰俊，推动搜查。宋希谢当然不是出于好心，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闹剧，目的是利用舆论对崔金铁施压，迫使他尽快对泰俊展开调查。由于缺乏确凿证据，崔金铁迟迟未对泰俊采取行动，但宋希谢等不及了，他找到了崔金铁，坚决要求他尽快对泰俊进行羁押调查。没想到崔金铁竟然是那种软硬不吃的人，宋希谢气得头都大了，真是自作自受，费尽心思选了个这么棘手的家伙。然后宋希谢导演了一场闹剧，而赵家勇
正是因为提前知道了宋希谢的计划，所以才对泰俊毫无畏惧。他认为这次泰俊肯定翻不了身，只要泰俊把证据交还，他就会帮泰俊渡过难关。但他忽略了一件事，主动权其实不在他手上。泰俊已经完全掌控了赵家勇，相比这条毒蛇，他更害怕宋希谢这头猛虎。经过深思熟虑后，赵家勇接受了泰俊的条件，前提是泰俊能通过检方的调查。女秘书看到了上司的负面新闻，她立刻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当尹秘书冲到楼上时，泰俊正准备去检察厅主动接受调查。面对尹秘书的极力劝阻，泰俊毫不动摇，他不能坐以待毙。如果无法洗清嫌疑，他就会一直被检方限制行动。在和依依不舍的小秘书告别后，泰俊坚决前往中央地检接受调查。这个举动在别人看来简直是自寻死路。很快，崔金铁开始对泰俊进行调查，但正如泰俊预料的，他什么也没查出来。正当泰俊以为一切平安无事时，突然发生了意外。检方很快就赶到了银行，搜查了泰俊的保险箱。告密的人是新来的辅佐官梁宗岳。文件一打开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原来这是泰俊的计划。他先让梁宗岳故意透露保险箱的信息，然后暗中监视检方的动向。一旦检方得手，尹秘书就立马通知媒体报道。宋希谢的影响力再大，也挡不住媒体的嘴。至于崔金铁，泰俊只是在用宋希谢的老招，崔金铁别无选择。泰俊已把所有路堵死，即便有的选，他也只能选择前者。很快，宋希谢和赵家勇看到了泰俊被释放的新闻，两人反应大不同，一个愤怒，另一个佩服。与此同时，单英也曝光了李昌进公司的化学泄漏事故，呼吁立即进行国政监察。这无疑给宋希谢火上浇了一把油。在韩国，财阀才是老大，只需一个眼神，连法务部长这样的大官也得乖乖让步。看他的气势，还以为是总统呢。这位连宋希谢都得低头的人物，是背后真正的老大。永日集团的陈会长都是他的支持。宋希谢才从小放牛娃，一步步爬到现在的高位。他今天来这里，正是为了即将开始的针对李昌进的国政调查。一旦李昌进出事，这位幕后老板就再也隐藏不住了。给宋希谢灌了2杯洋酒后，陈会长发出了最后的通牒，这就是财阀的力量，怎么解释都没用，终究摆脱不了他们手中的控制。离开陈会长后，宋希谢马上让秘书召集亲信开会。陈会长施加压力，他再怎么不愿意，也得想办法保李昌进。但宋希谢万万没想到，曾经向他摇尾乞怜要饭的人，现在一个都没来。官场本就如此，宋希谢早已习以为常。自嘲一番后，他给一个亲信打电话，没想到接电话的居然是泰俊。竟然如此，其他不来的亲信也都在泰俊那里。原来泰俊早就知道了宋希谢想阻止国政调查，所以他先下手为强，掌控了这些小人物。被耍了的宋希气得掀桌子，这次他真的彻底被废了。然而宋希谢从不是坐以待毙之人，当晚他就去见了老对手赵家勇。现在的赵家勇精神焕发。就在不久前，关于李昌进公司的国政调查提案已经通过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赵家勇的帮助起了关键作用。泰俊也守住了他的承诺，亲手把赵家勇收贿的证据交给了他。但宋希谢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泰俊的影响力在中央不断减弱，一次孤注一掷的行动使他的法务部长位置岌岌可危，甚至被总统秘书长直接斥责。赵家勇这时候没有趁机打击宋希谢，这已经是手下留情了，怎么可能还会跟他沆瀣一气？但老虎即使拔了牙，也依然是老虎。被打脸的宋希谢显然忍不住这口气，他对吴元直说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找出赵家勇的把柄，他要把赵家勇牢牢控制在手中。曾经的政界巨头也有被逼至绝路的时候，望着眼前的青瓦台，宋希谢感叹前路艰难。他现在已经被泰俊废了双腿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也不会轻易放弃，只要双手还能动，他哪怕爬也要进去。宋希谢无奈地看着，只能陪他一起。但一旦战斗打响，阵亡的不只是他宋希谢一个，泰俊也不能独善其身，甚至可能牺牲更多人。泰俊明白宋希谢不会轻易投降，但剑已经出鞘，就绝不可能再收回来。既然宋希谢决定要阻挠对李昌进的国政调查，他就得从李昌进着手，命令尹秘书向法务部提交限制李昌进出境的请求。出境限制需要法务部长的同意，如果宋希谢推脱或拒绝，那就等于承认和李昌进有勾结。如果宋希谢同意了，李昌进就必须接受国政调查，到时候他也难脱干系。泰俊这一招就像往宋希谢嘴里塞了个热腾腾的土豆，硬吞会烫伤吐出来也不是，不吃又怕饿死，吃与不吃都不是好选择。
这时，李昌敬也看到了自己被限制出境的新闻，他立刻开车拦住了单英。如果不是单英提的国政调查，他也不会这么狼狈。单英不想和李昌敬多说，正想走，却被李昌敬拉住。李昌敬被太俊甩开，他没再纠缠，但临走前还是留下了几句狠话，警告他们要小心身边的人。李昌敬的威胁让单英感到不祥的预感。果不其然，李昌敬走后不久，单英接到了助理李知恩在路上被袭击的坏消息，他急忙赶往医院。到达时，李知恩已经昏迷不醒。回想李昌敬的话，单英确定这是他的手笔，于是他气冲冲地冲进了李昌敬的办公室。但此刻的李昌敬却完全变了个样，他看起来轻松自在，毫不在意。单英感到疑惑的时候，李昌敬开了电视，电视里正播报赵甲勇因贿赂被捕的新闻。这原来是宋希燮的精妙布局，他其实没把主要精力放在太俊上，而是锁定了他的老对手赵甲勇。因为赵甲勇是国政调查的关键人物，这场国政调查是一个能够提升政绩的好机会，赵甲勇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在一系列秘密调查中，他们找到了赵甲勇受贿的证据，这些证据正是太俊用来威胁赵甲勇的把柄，而给赵甲勇行贿的都是参与这次国政调查的议员，这会严重影响国政调查的进展。成功也好，失败也罢，宋希燮这个狡猾的老狐狸最终还是赢了。女职员给上司递去一杯咖啡，杯子上却沾了一张小纸条。就在这时，尹秘书和韩道进正准备见一位公司员工，突然接到消息，这位员工因为泄露机密被捕，其他预约见面的人也联系不上了，而知道今天会面的只有他们2个议员室的人。因此尹秘书开始怀疑议员室里肯定有内鬼。当他回到办公室，发现新来的助理梁宗岳不在场。这时多进悄悄地递给他一张纸条，原来是因为梁宗岳昨天找他借了议员室的账簿。尹秘书感到有些困惑，他的疑惑并不是针对梁宗岳，而是针对多进。他是怎么知道办公室里有内鬼的，并选择这种方式告诉他？回去的路上，尹秘书恰好遇到了梁宗岳，于是他询问了梁宗岳今天的行程，但对方的回答显得有些不自然，并且对他们今天的约会显得很关心。尹秘书对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本来就有所警惕，现在看来更加值得怀疑。另一边，太俊和赵甲勇正在商讨如何应对宋希贤。自从赵甲勇的受贿丑闻被曝光后，他就被打入冷宫，而宋希燮又重新掌控了国会。赵甲勇不愿意就这样坐以待毙，但他的手下却根本找不到宋希燮的把柄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太俊身上。但太俊手中的牌也已经用尽，现在对付宋希燮的唯一办法就是从李昌敬手。李昌敬是宋希燮和陈会长的纽带，而将他们绑在一起的并不是什么坚不可摧的东西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钱。只要挖出李昌敬的秘密资金，就能揭露宋希燮和陈会长的关系。在赵甲勇的协助下，太俊弄到了诸暨化学客户的税务资料。太俊回来后，尹秘书把内贼的事告诉了他，并表示怀疑梁宗岳嫌疑最大。太俊于是告诉尹秘书，先别急着行动，免得惊动了内贼。内贼可能是单英团队里的人。他们正聊天的时候，发现2个人表现得很异常。梁宗岳一直在注视着李昌敬，听到公司员工被抓的消息后，沉默不语，深陷思考。多进则是拿着饮料在门外偷听。办公室里的每个人似乎都藏着自己的小秘密。为了揪出内贼，尹秘书特别注意周围的同事，很快他就觉察到了一些异常。多进向来是个谨慎的人，这种异常的举动使得尹秘书对他的怀疑更深了一层。为了防止有关李昌敬的调查消息泄露，太俊等4人只好选择下班后秘密进行。那天晚上，吃过夜宵回来的尹秘书突然发现自己离开时锁好的房门被人打开了。他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查看，却看到一个男人在那里偷偷摸摸地翻找资料。当尹秘书询问时，那人解释说是回来取资料，但他的表情显得很不自然。这时一起加班的韩道进也进来了，看到2人在场，那人拿了资料就急忙离开。那人走后，尹秘书立刻检查了现场，发现资料和档案都没丢，自己的电脑和柜子也没有被动过的迹象。虽然还不能确定那人是否就是泄露消息的内贼，但这次小插曲还是提醒了太俊，不如直接公开来调查，不妨利用内鬼散播消息。一旦李昌敬得知他们在查他的秘密资金，他肯定会采取行动，到时候只需密切关注李昌敬，其他的赵甲勇会处理。资料迅速被派发出去，尹秘书也密切注意着周围人的行为，如果内鬼想泄密，拿到资料后肯定会行动。果不其然，尹秘书很快就注意到梁宗岳在偷偷打电话，想证明自己其实什么也没查到。但在尹秘书心里，梁宗岳还是头号嫌疑人。正如太俊所预料，李昌敬果然知道了
开始转移秘密资金。同时，赵家勇联系的国税局也行动了。这时宋希谢才明白，一切都是泰俊设的圈套。他马上通知李昌敬停手，但还是慢了一步。正当李昌敬即将被抓时，他说出了一个让泰俊震惊的消息：高石满的死一直困扰着泰俊，凶手至今未找到。如果不是李昌敬，那会是谁呢？泰俊正在考虑如何逼问李昌敬时，尹秘书突然闯入，带来了更震惊的消息。泰俊难以置信地看着电视报道，一旦李昌敬死亡，所有相关的公诉和搜查都将停止，揭开高石满死因的真相也可能会被埋没。泰俊不愿意刚发现的线索就这么断了，他得找到另一条线索，那就是吴延直。宋希谢和家人的账户异常清白，可能帮宋希谢处理资金的就是过于信任的吴延直。找到吴延直，这场战斗才能继续。吴延直还不知道，泰俊已经瞄准了他。此刻他正在用蹩脚的英语和远在海外的家人聊天。李昌敬的事来得太突然，吴延志还搞不清状况，直到宋希谢的司机告诉他，他才看了手机一眼。这一看，差点吓晕过去。李昌敬跳楼的新闻迅速被报道，作为地检长的崔金铁自然成了众矢之的，但他没工夫理这些。李昌敬的死是他现在最关心的。于是一大早他就来到宋希谢的办公室，因为昨天他本要审问李昌敬，宋希谢突然出现，让他交出李昌敬。就在那时，李昌敬出事了。他事后查了审讯室的监控，发现有人动过手脚。最后一个见李昌敬的人被宋希谢调到大检察厅，种种迹象显示宋希谢和李昌敬的死有关。宋希谢当然不会承认，结果把责任都甩给了崔金铁。崔金铁感到非常郁闷，手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他根本没办法对宋希贤采取行动。而另一边尹秘书他们努力调查，最后发现吴延直借用家人名义在海外买了很多房子和股票。以吴延直目前的财力，他不可能有这么多钱，所以他肯定动用了宋希谢的秘密资金。然而泰俊正想继续追查线索时，却接到了警方线人的紧急电话。很快线人被警方带走的消息就传了出来。泰俊明白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一旦警方发现线人把资料泄露给了他，他也会被警方调查。泰俊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，他得在检方采取行动之前把吴延直变成有用的证据。聪明的猎人常常伪装成猎物。吴延直以为泰俊是来认输的，没想到泰俊却给了他一个惊喜。泰俊对他的财产不感兴趣，他关心的是这些财产从哪里来。如果吴延直不开口，泰俊明天就会把这事告诉记者。到那时，宋希谢发现他挪用了秘密资金，那吴延直的结局会怎样呢？李昌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面对泰俊的威胁，吴延直试图保持镇定，但已经完全气馁。一旦事情曝光，他知道自己肯定是下一个李昌敬。尹秘书和梁宗岳在一起讨论，怎样才能揪出议员室的内鬼。梁宗岳怀疑的人选是，就是担任行政秘书的多敬。不论在哪个议员室，从文件处理到议员的日程安排，行政秘书都能掌握。多敬不只能看到所有议员室的资料，即使频繁进出议员办公室，也不会引人怀疑。他之前还在宋希谢身边工作，尹秘书很清楚梁宗岳的怀疑有一定的道理。多敬最近的确表现得不太正常，尹秘书之所以怀疑梁宗岳，也是因为多敬之前的提醒，但尹秘书还是不愿意相信多敬会是内鬼。在梁宗岳的建议下，他们设下了一个陷阱。哪个新的业务？女秘书敲了国会议员办公室的门，神情紧张地递上一份文件。泰俊看着手中的文件，立刻想到警局线人被带走前曾经对他说过的话。打开文件后，内容让他震惊无比。文件内的资料是关于高石满案件的调查。让泰俊震惊的是，还有另一个案件与高石满案件的细节惊人相似。这个案件是日集团陈会长的秘密资金案，当时负责此案的检察官现在是全国闻名的宋希宪。这案子一直无人知晓，大伙儿都以为那被害人逃到国外去了，最终因为嫌疑人失踪，调查就此终止。他的死亡没有任何媒体报道，整个案件被秘密封存至今。原本以为李昌敬一死，高石满的死因就永远不会被揭露，没想到他们又找到了新的线索。泰俊当然不会就此放弃，他拒绝了善英调查此案的提议。这件事必须由他亲自来做，只有这样才能为高石满赎罪。之后泰俊请求警局的后辈帮忙调查，并将资料交给正直的崔金铁。崔金铁即将面临内部监察，即使找不到污点，宋希谢也定会在他身上泼脏水，可能还得丢掉这份工作。但崔金铁对此毫不在意，他已做好了吃尽苦头的准备，就算宋希谢当上总统，他依然会紧咬不放。泰俊正是看中了这一点，才安心将资料交给他。然而正当泰俊想继续调查时，
尹秘书打电话来告诉他，吴元直被宋希谢紧急逮捕了。就在几天前，尹秘书策划，终于找到内鬼的证据，背后操纵的正是吴元直，所以泰俊决定反其道而行之，用内鬼的电话联系吴元直，从而套出了信息，关于宋希谢秘密资金的代名账户。吴元直知道事情败露，害怕落得和李昌进一样的下场，于是他赶紧买了机票准备逃跑，但宋希谢却提前发现了他的计划，随即对吴元直下达了逮捕命令。当泰俊赶到吴元直的家时，发现人已经走了，家里空无一物。泰俊立刻发信息给吴元直，告诉他宋希谢已经下令逮捕他。消息刚发出去，宋希谢就走了进来。与此同时，单英出现在三冲银行行长的办公室。原来宋希谢的秘密资金账户就在这家银行，而这家银行的行长正好是单英的父亲。在务部长的办公室里，一名男子迅速脱下衣物，然后恭敬地跪在了宋希谢面前。面对为自己辛苦了10年的部下，宋希谢却一点同情心也没有。他威胁以家人的安危，要求吴元直自首，并且将洗钱的罪名推给陈会长，只要吴元直按宋希谢的说法做，宋希谢承诺2-3年后就会将他救出，届时任何职位他都能安排。吴元直跟随宋希谢10载，深知宋希谢的为人，现在他成了对方切割的肉，自己的命运不再自主，但他不懂为什么要牵连陈会长。宋希谢只是笑没有回答。接下来宋希谢的行动彻底让吴元直震惊，吴元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没想到宋希谢真敢对陈会长下手。震惊之后，吴元直默默地穿上衣服，但在场的所有人都没察觉到，此刻吴元直的手机正通着电话，电话那头泰俊和陈会长陈万年正站在那里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吴元直和泰俊事先商量好的。吴元直辛苦做奴才10年，最终却被宋希谢当成弃子处理。宋希谢不仅对吴元直下了紧急逮捕令，还把所有罪名都推到他身上。走投无路的吴元直只能求助于泰俊，并把自己给宋希谢洗钱的事全盘托出，但他做得太干净了，宋希谢身上根本查不到任何东西。这样一来，所有罪名都得由吴元直自己承担。于是泰俊就想出了这个计策，资金明细关乎陈会长的生死，他绝不会轻易把它交给泰俊。与此同时，宋希谢也看到了吴元直的通话记录，回想起刚才的对话，他意识到自己被吴元直算计了，于是他拿着电话找到了吴元直。得知宋希谢要背叛自己后，陈会长立刻叫来了检察总长，打算先下手为强，把宋希谢拉下马，并承诺一旦事成，就让检察总长接替宋希谢的位置。但就在检察总长犹豫的时候，宋希谢却走了进来。既然关系已经破裂，宋希谢也没什么好顾忌的了，他把检察总长赶走，然后毫不客气地开始威胁陈会长。他提醒陈会长别忘了李昌进和高石满的案子，要知道在韩国教唆杀人根本没公诉时效，没有他送的帮助，陈会长就得在牢里蹲一辈子。只有他这个法务部长在，才能帮陈会长争取保外就医，甚至特赦。陈会长被逼到墙角，往日的嚣张一扫而空，被自己养的狗咬了，他怎么可能忍得了这口气？于是他给泰俊打了电话。与此同时，宋希谢开了个记者会，把所有罪名都推给了吴元直，并宣布接下来将调查陈会长的永日集团。至于吴元直，他的妻女命运掌握在宋希谢手里，自然不敢违抗宋希谢。他主动承认秘密资金是自己的，和宋希谢毫无关系，自己清白为重。宋希谢心情大好，正准备离开，被陈会长拦下了。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宋希谢只好上了陈会长的车。陈会长带他直奔一废弃工厂。车一停下，宋希谢看到了不敢相信的一幕。藏在车里的宋希谢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他虽然是泰俊的钉子，但从没想过会这样除掉。宋希谢明白了，陈会长叫他来是想再次控制他。现任法务部长出现在了凶案现场，就算他有800张嘴巴，也别想清楚的解释。解决了泰俊这个大麻烦之后，陈会长心情特别好。接下来只剩下单英和三永银行的行长了。单英的父亲手里还握有关于陈会长秘密资金的证据，只要处理好这件事，他们就能高枕无忧了。但就在他们准备对单英下手的时候，宋希谢突然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。原来昨天在建筑工地出现的不止泰俊一个人，他早就通知了警局的李行培，只是李行培来得稍微晚了一点。看到地上的血迹，李行培意识到泰俊肯定出事了，于是开车紧追不舍。虽然最终让嫌犯逃了，但还是救了奄奄一息的泰俊。得知泰俊没死，宋希谢再也坐不住了，他立马找陈会长商量对策。现在不仅单英对他申请了出国令，还拉上了崔金铁一起调查泰俊的案子。好在泰俊现在还没醒，他们必须赶在泰俊醒来前解决掉单英和崔金铁这2大难题。要解决单英，
必须从他那行长的父亲下手。很快，单英的父亲就因涉嫌帮吴元直洗黑钱，被检方带走了。作为国会议员的单英，自然也被牵连了。检方怀疑单英在议员选举中利用了他父亲的关系，因此对他进行了搜查。至于崔金铁则更简单，宋希谢仅仅是以内部调查为理由，就把他给停职了，并且没收了所有跟泰郡案相关的证据。宋希谢真不愧是官场老手，几个简单的手段就让单英和崔金铁无力回天。但正当他沾沾自喜时，突然接到了一个他最不愿听到的电话。那个一直想要揭露黑暗的男人，终于变成了耀眼的光芒。泰郡走进法务部长办公室的那一刻，宋希谢不自觉地站了起来。他意识到，这条冬眠的蛇已经变成了巨蟒。经过短暂的饥饿，宋希谢很快调整回了正常状态。他明白泰郡是来帮单英争取时间的，但已经太晚了。原来单英的父亲在被捕之前，偷偷留给单英一份文件，这份文件是关于陈会长秘密资金的明细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宋希谢立刻下达了对单英的紧急逮捕令。他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那份文件，但他太小瞧单英了，这么重要的文件怎么可能就这么简单放在身边？原来泰郡不是来拖时间的，而是来跟他摊牌的。有了陈会长的秘密资金明细，泰郡立刻组织人手开始调查。这次他是要成功。宋希谢的退职演讲都已经被泰郡准备好了。很快，2个议员室的工作人员开始忙碌。经过一系列详细的比对，他们最终揭露了陈会长的行贿细节，其中还涉及了一些现任议员，还有之前的政府高官们，行贿金额高达190亿。这些证据足以开启特别调查。但就在单英计划开记者会的时候，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。宋希谢抢先逮捕了陈会长，并宣布对永日集团全面搜查。这显然是宋希谢的一种策略。刚才，宋希谢带队冲进了陈会长的病房，他已经做好了拼到底的准备，让陈会长先坐牢，再保外就医。陈会长自然不甘心，但现在无路可退，只有宋希谢能帮他延续生命。如果泰郡先下手，那他们只能坐以待毙。于是，在说服陈会长之后，宋希谢抢先一步公开了陈会长的行贿细节。这样一来，泰郡手里的证据就成了废纸。泰郡不甘心，他不能给宋希谢准备的机会。既然没人能够对付宋希谢，就找一个更厉害的人来对付他。于是，泰郡把陈会长行贿官员的事报告给了青瓦台，并在总统秘书长面前要求对宋希谢进行特别听证会。宋希谢表面上为难，其实心里非常高兴，因为司法委员会都是他的人，他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彻底洗清自己的名声。如果泰郡不能出席听证会，那对他来说再好不过了。很快，泰郡的丑闻被曝光，涉嫌非法窃取警方资料，结果被警方传唤了。这意味着泰郡没法出席宋希谢的听证会了。这次泰郡真的被宋希谢逼到绝路上。但在这关键时刻，尹秘书突然站了出来。就在听证会前一天，法务部送来了大量资料，但没有一样是泰郡所需的。警方送来的资料，所有重要文件都被锁住了。想要利用这些资料找出宋希谢和陈会长的关联，简直比大海捞针还难。泰郡决定不用这些无用的资料，转而开始关注宋希谢的司机李贵东。李贵东跟随宋希谢20年，宋希谢的行踪和见过的人他都清楚。泰郡因此请求李贵东帮忙，拿到了宋希谢的行程手册。但仅凭手册内容是不够的，要让宋希谢无话可说，必须找到陈会长给的那些匿名债券。这些债券一定藏在手册里记载的某个地方。单英很快联系了崔金铁一起行动，开始逐一检查手册中记载的地点。同时，宋希谢也知道了泰郡在找债券，立刻指示手下转移债券。听证会也正式开始了。会上，泰郡对宋希谢提出了很多疑问，特别提到了宋希谢接受匿名债券的事情。而知道债券已经转移的宋希谢立刻否认了这一指控。因为缺乏确凿证据，听证会就这么匆匆结束了。会议结束后，宋希谢一脸得意地走向泰郡炫耀，但泰郡的回话让宋希谢感觉到了危机的气息。前法务部长就是在听证会后被泰郡拉下马的。这一次，泰郡对宋希谢也用了同样的策略。泰郡故意泄露寻找无记名债券的消息给宋希谢，目的是为了打草惊蛇，用宋希谢帮他找到这些债券。等到听证会结束后，他再把这事公之于众，这样宋希谢就会有和前法务部长一样的结局。掌控政坛数十年的宋希谢这次彻底败了。没人想到会是一个不起眼的司机让他落马。李贵东忍了20年，没想到最终成了压垮宋希谢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而曾为宋希谢卖命10年的吴元直看到宋希谢倒台的新闻后，决定不再背着所有罪名。交代之前，他给女儿打了最后一通电话。不容易爬到今天这个位置，
却又一夜回到解放前。泰俊没有趁火打劫，他是来给宋希谢送终的，算是为宋希谢送上最后一程。泰俊完成这一切后，摘下了自己的一元徽章，他无法承受这徽章的重量。为了拉倒宋希谢，他做了一些违背原则的事。李成明之死，西北市场的重新建设，向他泄露警方内情的线人，还有为他牺牲的尹秘书，这些他都得负责。这个曾誓言照亮黑暗的男人，履行了自己的承诺，也耗尽了自己的光芒。泰俊被警察带走之前，韩道金终于说出了那句心里话，一直没说出口的那句。看着这个曾把他当榜样的实习生，泰俊感叹不已，他太像他了。如果那人还在，肯定会为他感到自豪。3个月后，法庭最终宣判宋希谢和陈会长。陈会长被判20年，宋希谢被判15年。宋希谢却不接受这个判决，他觉得这是政治迫害，跟法官大吵一架。战英战胜了对手，成功连任。尹秘书因伪证，不得不辞去辅佐官职务，又回到了记者行列。梁宗岳成了某议员的首席辅佐，他想请尹秘书吃饭，却被婉拒了。无官一身轻的泰俊换了新装，正在接受总统秘书长的约见。秘书长的目的让泰俊震惊不已。送走了秘书长，泰俊望着远处的青瓦台，心久久不能平静。就在这时，那位尊贵的人物打来了电话。